亞洲局勢緊張，台灣砸20億修建軍用碼頭，地面部隊壕構3170面防護網，目的是什麼？日菲聯合簽署歷史性防務協議，這是2戰後日本首次獲得菲律賓駐軍權。日韓關係破裂，獨島爭議，半島聯合軍演，老矛盾阻斷新合作，未來會走向何方？韓朝或將迎來和平，李在明政府首次提軍事會談，半島局勢迎來微妙時刻，雙方矛盾能否化解？或許是因為局勢緊張的緣故，台灣最近有不少新動作，砸了20億新台幣，在金門周邊的小島上修建新碼頭。在此之後，台灣軍方和海巡的船就能常駐。地面部隊方面，台灣壕構3170面防護網，用於抵禦無人機襲擊。台灣如此大規模動作，目的是什麼？不言而喻。在台灣金門周邊藏着一個小島，交通極度不便，可能很多朋友聽都沒聽過這個地方，那就是烏坵鄉。有個特別形象的外號，離島中的離島。偏就算了，這地方的設施也很簡陋，比如港埠設施已經幾十年沒怎麼更新了，軍方和海巡的船沒合適泊位，只能在近海漂着，裝卸裝備全靠小艇接駁。物資或許也很難，全靠台灣本島過來的船，半個月才一班，遇上台風大浪就停航。想去旁邊的小坵島，只能坐那種顛得人吐的小快艇，安全性根本沒保障。現在這個偏僻地方最近終於要迎來大變化，台灣大手一揮，1筆20億新台幣的預算砸下來，專門要在這裡修建新碼頭。不光要翻新大坵、小坵的舊碼頭，讓軍艦、海巡船能穩穩靠岸，還準備新建海巡的辦公和住宿樓，連裝卸平台、防波堤這些配套設施也要修。工程一旦完工，海巡艦艇就能常駐，平時能巡邏着烏坵周邊海域。要是有漁船出事或者有人遇險，救援速度能快不少。運補也能改成1周2班，緊急情況還能加船，金門和澎湖之間的物資交流也能更順暢。唯一可惜的就是這工程推進的卻不順利，公開招標3次了，都以流標告終。或許是局勢緊張，台灣的負責部門反思了一下，之前的預算比較少，只有19億1607萬新台幣，可能是廠商覺得利潤低，風險高。烏坵鄉周圍的海域水文條件複雜，海底礁石多，施工的時候得先清礁石、打深樁。遇上台風季還得停工，萬一施工過程中再出現技術問題，工期很可能要往後拖，所以沒人敢接。這一次則是把預算往上調了1億左右，希望能吸引更多廠商投標。截止和開標時間定在了11月27日。如果這次順利中標，按照合同的規定，差不多要2年4個月徹底建好，最早要到2028年春夏。解決了海上運補的難題，陸地上的設施防護也得跟上。台陸軍最近要批量採購無人機防護網，而且數量不少，一買就是3170面，目標就是抵禦無人機。現在無人机的威脅越來越大，特別是那種低成本的 FPV 无人機，體積小，飛得快，還能掛炸彈，專門盯着指揮中心、彈藥庫、雷達站這些重要設施炸。用防空導彈打太浪費，用高射炮呢又打不準，所以以網防機就成了低成本又實用的办法。其實台空軍早就開始用這招了。今年10月，嘉義基地就公開招標，要採購104面類似的鳥網，主要圍着跑道、油庫這些關鍵地方。台中清泉港基地更誇張，一下子要625面鳥網，明顯是想把基地裡的指揮塔、彈藥庫都給罩起來。不過地面部隊一出手就是3170面，規模更大，覆蓋範圍也更廣。哨所、彈藥儲存所、裝甲部隊的車庫，還有一些通信基站都會保護起來。當然，想要對付無人機，僅靠防護網可不行，電子干擾手段才是最正確的選擇。海軍已經部署了多款車載式和便攜式電子戰設備，專門干擾無人機的通信電路與導航信號。比如風眼電子干擾系統，能覆蓋幾公里到幾十公里的範圍，讓無人機失去控制，偏離航線。針對防護網攔不住的中大型無人機，台軍會搭配便攜式防空導彈和近防炮使用，比如毒刺。雖然主要針對直升機和固定翼飛機，但對付大型偵察無人機或攻擊無人機也管用。基地周圍部署的近防炮能形成密集火力網，攔截低空突防的無人機，與防護網形成遠中近3層防禦。另外，台軍還在推進軍民協同預警，聯合民間的通信公司、氣象部門，甚至沿海的漁業協會，建立無人機異常飛行報告機制。一旦發現不明無人機，能通過快速通報渠道傳遞信息，讓防禦部隊提前做好準備。不過在亞洲這邊，最重磅的消息自然與日本有關，不僅一直推進再武裝，還找上了菲律賓。
接下來，日本可以向菲律賓駐軍，這是二戰結束後日本第一次獲得在菲律賓部署軍事力量的許可。兩國從之前的普通合作變成了準安全聯盟。根據南華早報報道，日本與菲律賓的相互轉入協定已經生效。這協議從談判到生效花了1年多的時間，流程非常複雜。在2024年7月，雙方就在馬尼拉簽了協議文本，接着要過兩國議會的關。菲律賓參議院在2024年12月16日投票通過，日本國會則是在2025年6月6日才走完所有程序，最後等到9月11日，兩國正式对外宣布協議生效，這才算真正落地。很多人以為協議生效後，日本會在菲律賓常駐軍隊，但其實不是，畢竟在武裝還沒有徹底完成。這次協作的核心價值就是互相搭夥不短板。日本借菲律賓的地盤突破遠洋戰力瓶頸，菲律賓拿日本的技術裝備升級軍隊，兩邊的武裝部隊都能獲得很大提升，妥妥的1+1大於2。在地面部队方面，日本自衛隊以前在本土溫帶環境訓練，哪兒見過熱帶雨林、海島的複雜地形，現在能在菲律賓的雨林裡練熱帶作戰，在泥濘地裡搞裝備投送，以後遠洋部署遇到類似環境，心裡就有底了。而菲律賓陸軍正好相反，要應對南部的反政府武裝，缺戰車、缺戰術，日本送來的2手高機動車、輕型迫擊炮，還有巷戰、反游擊戰的培訓，直接戳中剛需。尤其是無人機和地面部队協同的技能，拿來管控偏遠地區特別管用。海上部署則是雙方獲益最實在的領域。以前日本軍艦去菲律賓需要從關島或本土拉補給，跑一趟折騰半天，現在能直接停菲律賓的蘇比克灣、宿霧港，進行加油加水補物資，活動範圍從家門口直接擴到菲律賓海岸。要是反潛巡邏，還能覆蓋更多海域。而菲律賓海軍主力軍艦都是老舊二手貨，以前連反潛都不會。日本軍了2艘護衛艦，幫他們升級了雷達，還手把手教他們怎麼找水下目標，補齊了致命短板。最後是空中，在此之前，日本的預警機、運輸機經常在菲律賓海岸飛，沒地方落腳，飛一會兒就得往回趕。現在能用上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制空時間多了4個小時，監控範圍直接翻倍。菲律賓空軍提升更大，之前的老戰機早就跟不上節奏了。日本這次給了便攜防空導彈，還教飛行員地空突防、編隊配合，再把機場跑道和指揮系統升級了。以前起飛難、調度亂的毛病全改了，出勤效率高了不少。這個協議生效後，日菲不僅能實時共享雷達數據，而且海上聯合巡航能一起鎖定目標，陸上軍演還練了互相支援、引導打擊，這綁定是越來越深了。大家覺得這種互相搭夥不短板的合作後續會如何發展？在美國同盟體系合作的同時，美軍在亞太的部署也有變動，低風已經撤離日本。11月17日，日本山口縣岩國市的政府收到了日本防衛省的通知，之前部署在驻日美軍岩國基地的低風中程導彈发射裝置已經全部撤離了。這套裝置9月份才剛運到岩國基地，屬於日美大規模實戰軍演的重要裝備。當時防衛省還說，9月25日演習結束後1周左右就會撤走，結果硬生生拖到了11月中旬，中間還引發了當地民眾的強烈抗議。這次部署之所以引發抗議，是因為岩國基地離居民區很近，當地民眾覺得把導彈放在家門口會讓基地變成敵方攻擊的目標，太危險了。雖然現在撤走了，但問題還沒解決，不知道這是暫時撤走，比如運到沖繩或者關島部署。在亞洲這邊，駐韓美軍司令兼美韓聯軍司令布朗森表示，韓國、日本和菲律賓有必要展開戰略合作。日本與菲律賓沒什麼影響，雙方是你好我也好，但日本和韓國有點鬧僵了，連原本要進行的聯合搜救訓練已經擱置，背後的原因還是那個糾纏了幾十年的地區獨島。日本讀賣新聞報道，韓國海軍已通知日本海上自衛隊暫停原定於本月舉行的聯合搜尋救助訓練。這個訓練雙方已經持續很久了，從1999年開始，主要是為了訓練兩國海軍在海上遇到船只失事和人員落水時怎麼協同搜救，比如共享位置信息、派直升機和艦艇配合救人。從1999到2017年，一共合作了10次，效果還不錯。可2018年12月出現了雷達照射事件，兩國就把訓練停了。當時日本說，韓國海軍的驅逐艦用火控雷達照射了日本巡邏機，火控雷達是用來鎖定目標的，認為這是嚴重挑釁。韓國則說，當時在搜索可疑的朝鮮船只，用雷達是正常操作，不是針對日本。雙方各執一詞，之後防務合作就冷了下來。本來今年都商量好了要重啟訓練，當成關係回暖的象徵，定在11月舉行。結果沒想到10月底日本突然叫停了另一個合作計劃，直接連累了訓練。
這個被叫停的計劃是給韓國軍機加油。韓國空軍有個特級飛行隊叫黑鷹，要去阿聯酋迪拜參加11月底的航空展，中途想在日本沖繩的那霸空軍基地加油停靠，省時間也省成本。按理說這是小事兒，但日韓沒簽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簡稱 ACSA， 沒這協定，互相給燃料、食物就得走特殊流程。日本這次本來想特事特辦，按自衛隊法給韓國軍機免費加油，一方面賣個人情，另一方面也想借着這事推進 ACSA 的簽署。畢竟簽了之後，兩國軍演、巡邏時補給會方便很多。可就在計劃快落實的時候，日本防衛省發現要加油的幾架韓軍機10月初在獨島周邊搞過訓練飛行。日本覺得這是韓國在宣示主權，不尊重自己，直接叫停計劃，還召見韓方武官抗議。韓國這邊也不服氣，說獨島本來就是自己的領土，軍機在周邊訓練天經地義，日本沒資格管。一氣之下就通知日本搜救訓練暫時不搞了，還取消了參加日本自衛隊音樂節的計劃。雖然兩國政府都對外說會化解分歧，怕影響地區安全，但獨島的爭議一直沒斷。高市早苗之前公開宣稱獨島屬於日本固有領土，並威脅依據事實和國際法收回主權。這個說法直接觸碰了韓國底線。韓國隨即宣布將東亞三國順序從韓日中改為韓中日，象徵性調整外交優先級，擱置訓練只是一個開始。接下來獨島爭議恐怕會愈演愈烈。日韓雙邊合作遇阻，朝鮮半島那邊卻有新消息，韓國軍方正式向朝鮮提出了朝韓會談，這是邁向和平的第一步。11月17日，韓國軍方突然通過軍事熱線向朝鮮喊話，提議舉行韓朝軍事會談，聊一下邊境非軍事區內軍事分界線的基準線設定問題。這是李在明政府今年上台以來，韓國第一次主動向朝鮮提出軍事會談。消息出來後，不少人都在猜朝鮮會不會回應。這次會談要是能搞成，能不能緩解半島的緊張局勢？韓國之所以突然想談，是因為最近朝鮮的邊境搞了不少小動作，在軍事分界線附近修了好幾條戰術道路，用來快速運輸部隊和裝備，還設了鐵絲網，埋了地雷，加強防禦。更讓韓國在意的是，有好幾次朝鮮人員越過了雙方默認的非正式分界線，進入韓國一側，韓國軍方不得不靠警告廣播甚至開槍警告才把人勸回去。韓國國防部說，提會談就是想明確基準線，避免以後因為越界發生偶發性衝突。畢竟半島局勢本就複雜，要是因為一點小誤會擦槍走火，對雙方都沒有好處。而且首爾離邊境只有幾十公里，真出事了，韓國肯定受到影響。他們還說會談的時間、地點都能商量。朝鮮想在板門店或者其他地方，想什麼時候談，都能通過軍事熱線溝通，韓國隨時準備好。這裡火力軍得給大家說下背景。韓朝邊境的非軍事區是1953年朝鮮停戰協定劃定的，寬4公里，長248公里，是世界上最緊張的邊境地區之一。雖然有明確的軍事分界線，但一些地段因為地形複雜，比如有山脈、河流，雙方之前沒明確基準線，所以經常因為越界摩擦。比如之前有朝鮮士兵迷路越界被韓國送回去，也有韓國巡邏隊因地形判斷失誤進入朝鮮一側引發對峙。李在明政府上台後，对朝政策比之前溫和些，之前就說過願通過對話解決分歧，不希望局勢升級。這次應該是想從基準線這種小問題入手，慢慢積累信任。但火力軍覺得不確定因素也多。第一，朝鮮最近剛發射過導彈，對美韓聯合軍演也不滿，會不會覺得韓國這次提議沒誠意，只是緩兵之計？第二，美韓最近還在搞軍事合作，比如美軍航母停靠韓國軍港，朝鮮會不會覺得韓國一邊跟美國搞演習，一邊跟自己談，太矛盾？第三，就算談成了，基準線的問題能不能聊攏？畢竟涉及領土和主權，雙方都不會輕易讓步。不知道朝鮮會不會接過這個橄欖枝？好了，本期視頻到這兒就結束了。亞太地區的安全形勢正在變得越來越複雜，大家覺得要是韓朝會談真搞起來，能順利達成協議嗎？歡迎在評論區留言。我是火力軍，下期見。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我們頻道一直在聊真實的軍事資訊和武器裝備，後台也經常有朋友問，有沒有值得推薦的入門級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觸到的產品。首先，它的外形還原度做得相當不錯，比例準確，武器上的一些關鍵細節和標識也都有體現，材質也說得過去，拿在手上有不錯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備一定的可動性，对於理解基礎操作原理有一定幫助，讓它不僅是個靜態擺件。綜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來看，
價格確實比較親民。對於想入門模型收藏，或者單純想在桌上貼一個擺件的朋友來說，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商品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